为了10万卢比，印度雇佣兵正在成为俄乌冲突的主力炮灰。从去年开始 ，BBC、CNN 等西方媒体就陆续发文谴责俄军正在用虚假工作机会误导印度人参战的消息。结果外媒这边前脚刚泼完脏水，后脚就被回国的印度雇佣军给啪啪打脸。那问题来了，怎么不干脆加入印度军队呢？为啥非要大老远的跑到俄乌前线拼命呢？这哥们是这么说的，因为疫情和军改使他失去了参军资格。第一个理由可以理解，这个确实会导致很多印度年轻人错过最佳报名时机。那这里的军改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说起来，与印度的兵役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有关。据了解，2022年6月，莫迪政府推出了一个代号烈火之路的征兵计划，结果上来就招来了印度人的强烈抵触，多地爆发抗议示威行动。咋回事呢？原来之前呢，印度一直沿用的是募兵制，只要被征兵入伍，哪怕是军衔最低的大头兵，合同最长也可以签到17年。如果在服役期转成军事以上军衔，合同则可以延长21到28年。而像尉官这样的高级军官，最高能服役到50岁，校官则能服役到55岁，将官更长，可以到60岁。在这期间，除非主动提出退役，否则可以一直在军队里待着。入伍的门槛也很低，只要年满16岁就可以报名印度陆军，甭管你学历有多低，只要身体健康就成。印度空军和海军对学历上的要求要稍微高一点，但也只是初中毕业就行。此外，进去后的待遇也很不错，印度新兵的工资可达约2万卢比，折合约2000人民币，而且只要服役期满20年就能领取政府养老金，直到去世为止。此外，还会优先照顾其子女入伍参军，并给予半免费或免费教育。门槛低，收入高，还管饭和稳定，妥妥的体制内加铁饭碗了。基本能一人当兵，全家吃饱，因此很多贫困的印度年轻人都把参军服役视为改变自身阶层和命运的唯一途径。对于他们而言，当兵不是出于荣誉感，而是为谋好出路。甚至印度很多家庭还出现了祖辈世袭制当兵，祖上几代人甚至10几代人都当过大头兵。可自打搞了这个兵役改革后，服役年限一下就被压缩到了4年，而且只有 25% 的士兵有机会转为正式士官，其余的全部打发清退，是根本拿不到所谓的养老金的。这就相当于铁饭碗变成了不经摔的瓷饭碗。印度青年自然不干，因此改革制度一经推出，立即遭到猛烈抨击。其中不少像拉切这样的有志青年，在疫情前就已做好体能测试的准备，结果疫情突然反弹，再加上军改的一纸政令，他们参军翻身的美梦自此变成一堆泡影。而他们本来没想过要替别国卖命，但奈何俄军给的实在太多，每月20万卢比军饷，折合1万多人民币打底，战死还有800万卢抚恤金可领，就算战不死也可申请入籍，还有可能不论种姓直接加入俄罗斯国籍，更不用担心不守信用发不了钱。因为前些年莫迪趁火打劫，让大俄囤了一大堆卢比，正愁没地方花，印度兵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可以当工资发。而且相比于印军，俄罗斯是真的把印度人当人看。在印军服役，伙食被餐猪饲料这么过分的事儿曝光出来都能不了了之，军中高层克扣军饷中饱私囊，普通士兵要是敢举报，轻则精神失常强制退役，重则人间蒸发下落不明。反观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粮国，所以粮食管饱没问题，前线溜达一圈回来还能领战斗津贴，以至于真正被纯骗当雇佣军的反而没多少，相当一部分是自己托关系找中介去的。但这些人好处是听进去了，却把最重要的坏处，有钱但没命花给忘了。怀揣俄籍梦却被当肉针，战场上的钱不是那么好挣的。啥叫肉针？说白了就是人形诱饵探路器，无人机侦察不到的地方，就让雇佣兵把诱饵充当，用肉身吸引对面开炮，这样对面一开炮，阵地的位置就会暴露出来。正规部队不敢冒头的地方，就让雇佣兵开路，人要是回得来，就说明那条道安全，要是回不来，指挥官就在地图上画个叉，然后呼叫火力覆盖，炸一波，再让下一波肉针接着探。整个过程非常危险，既没有无人机探路，也没有火炮支援。而对于开头那哥们儿拉切来说，他当然知道此去九死一生，但他却觉得值，因为在印度，他连参军的资格都被军改给改死了，只剩下烂命一条。如果在自己国家能找到工作，谁又愿意被别人掏心掏肺？这种巨大反差感，使得不少印度年轻人像他那样，将生死抛之脑后，抱着万一能活着回来的想法压住俄乌战场。而在印度本土，阶层固化严重，真正吃香的是那 0.0 几的人，整个社会充斥着种姓对立和腐败，连军营也难逃其害。尽管宪法呼吁人人平等，可真正到了印度的军队里，谁是什么出身，大家心里都有数。几千年的等级观念，现在依旧影响着每一个印度军人的待遇和前途。高种姓养尊处优，低种姓却能安排到最容易丢命的地方站岗，连住的营房、吃的伙食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个基础上，低种姓士兵见了高种姓军官还要点头哈腰，逼他们洗衣做饭，一言不合就打骂克扣。每到晋升的时候，高种姓士兵还更容易被提干，哪怕身体素质一般，能力低下，也能凭借出身一步步往上推。
上升渠道都被这些人占满。第一种姓想熬成军官，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国家如果连军队这种最该团结的地方都无法做到公平，那年轻人的归属感只会越来越弱，宁愿千里迢迢当炮灰，也不想待在本国服役。这听起来很荒诞，却也是无奈之举。再加上工业落后、产业匮乏等缘故，即便复员进了社会，留给他们的工作岗位也屈指可数。如若服役时不能混上留队的机会，那么退役后就只能一世种田，想翻身都难。看到这儿，想必也就不难理解20万卢比军饷的含金量了。这笔钱足以改变一个印度贫困家庭的命运，也足以让很多走投无路的印度年轻人铤而走险。在家混10年都混不出来的生活品质，去俄乌前线搏1年，可能就单车变摩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不是被俄方骗过去的，不然也不会大费周折帮莫迪把他们从前线弄回来。事实也确实如此，俄乌冲突打到现在，俄罗斯即便这么缺人，征兵办也都在走该走的流程。被骗有，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遇到自己人。该说不说，在遣送回国的这批印度人里，确实有被骗过去的，但都是印度人骗印度人。这些黑中介会以高薪就业和留学补助的名义把人骗出境，而印度本身就是劳务大国，去阿联酋、沙特搬砖的一大把，所以不会觉得出国务工有啥不妥。再加上这些黑中介前身本来就是干跨国中介的，精通各种话术和行情，所以很轻易就能把谎言包装的天衣无缝，让受害者根本想象不到自己的下一站就是俄乌前线。天上不会掉飞饼，比如今年一位印度学生被所谓的留学中介骗去战场，去之前吹得天花乱坠，结果到了之后合同一签，护照一扣，说啥都晚了。估计中介都跟雇佣兵公司谈好了，谎称这小伙儿是退伍兵，受过训练，于是丢把枪就发往前线，死无对证，百口莫辩。这样的悲剧在印度绝非个例，时至今日都经常是去年刚救回来一批，今年又骗出去一对。也有越来越多的印度家属站出来揭露，他们的亲人被黑中介以留学、高薪等名义骗去前线。为此，数十名家属在首都新德里举行抗议集会，高举亲人照片，要求当局采取行动解救。但这些人的骗术实在太高超。尽管印度去年以欺诈和贩卖人口的罪名抓了一批，但仍有一些被骗并滞留在前线，受害者也基本都是印度西北部哈里亚纳邦的锡克教村民，10个里面有7个名字带辛格的那种。一些骗子在油管甚至混出了几10万粉丝，让人很难不信。那些什么留学、工作、虚假目的地已经是老套路了。最新的骗术是明着跟你说，我就是在给俄罗斯招雇佣兵，但我这个兵跟普通的肉身不一样，属于非战斗人员。问就是在莫斯科认识个大哥，有渠道可以把印度哥们儿安排进后勤，平时在后厨做玛莎拉就行，不光安全有保障，干得好还能奖励俄罗斯国籍，属于是就业移民2不误。而报名费只需30万卢比，就是那边的温度对咱印度有点不友好。话术讲完，视频一发，后台哔哔哔全是 Mr. 辛格的私信留言，荒诞，实在是荒诞。尽管莫迪政府嘴上说要彻底铲除黑中介，可任谁都知道，只要贫富差距、种姓观念、失业率高的问题还在，印度年轻人就会源源不断的前往乌东，永远抓不完。今天逮捕20个，明天冒出40个，今天救回50个，明天又有100个被新套路骗走。这或许就是很多印度青年宁愿死在俄乌战场，也不愿加入印度军队的终极原因。中世纪80年代，印度证券交易所内望着不断上涨的指数，人们欢呼沸腾。谈笑间，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诞生了，印度的股市竟然超越了香港，一跃成为了最受瞩目的金融新星。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印度人提前开始庆祝，为印度经济美好的明天摇旗呐喊。然而多年后，却有一位印度学者站出来大胆揭露，这一切都不过是新德里蓄谋已久的骗局。纵观近代，印度的历史可谓是历经坎坷，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印度走过了漫长的征程。印度独立后发展成为了响彻整个国家的主旋律，印度经济将走向何方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其中股市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众所周知，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强劲往往也意味着经济在正向发展。与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不同，印度股市起步较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1857年，孟买证券交易所成立，彼时英国人将殖民的旗帜插在印度的广袤土地之上，却也带来了最先进的金融机构，客观上促进了印度迈向现代化。孟买证券交易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可见其重要性。随后，印度在艾哈迈德与加尔各答等城市先后建立了证券交易所，没过多久，炒股之风成为潮流，蔓延印度。而在1980年代末期，印度股市的亮眼表现更是让全世界为之震撼。当时，印度股市一路高歌猛进，空前繁荣，创下了不少历史记录，甚至拥有了比肩香港股市的能量。要知道，近代以来，香港始终是亚洲的金融重镇，地位不可撼动。香港股市更是积淀深厚。
没想到印度这样一个平平无名的后起之秀，竟然一夜之间超越香港，摘下了亚洲金融的桂冠，着实只能用奇迹二字来形容。印度的非凡表现也引起了众多国际组织的注意，毫无疑问，夸奖是主旋律。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大力赞美印度的经济前景，认为暴涨的印度股市为防止外汇暴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诡异的是，在股票暴涨的同时，印度实际上正在破产的边缘徘徊，根本不具备与股市相称的经济实力。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所谓的股市繁荣不过是一场被狂热情绪所裹挟的骗局。短短几年间，在一群意见领袖的煽动下，印度股民的理智正逐渐消失，今天骗局悄然酝酿。在这些时代的弄潮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安巴尼与哈沙德。安巴尼是一位著名企业家，在上世纪他白手起家的传奇鼓舞了无数印度年轻人，想尽一切办法抓住机会，就是安巴尼做生意的准则。与此同时，他也是印度股票的狂热拥护者，在安巴尼的号召下，不少印度人义无反顾地进入股市，渴望大赚一笔。1977年，安巴尼的公司上市，他的股票大计也缓缓拉开帷幕。安巴尼的计划清晰明了，那就是用低廉价格的股票吸引贫穷的散户投资者，聚少成多，穷人的活命钱反而供养了衣食无忧的资本家。他利用虚假公司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不仅如此，在90年代，安巴尼变本加厉，竟然明目张胆地发行虚假股票进行重复操作。那些散户全然不知未来将面对怎样的狂风骤雨。而股票经纪人哈沙德正是处于风暴正中心的人。身为股票经纪人，哈沙德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渲染情绪，让人们相信股票真的能够赚快钱，哪怕不劳动也会变成百万富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这群股票经纪人组成了专业的团队，每日肆意炒作。在他们的操控下，印度股市彻底成了花架子，看上去朝气蓬勃，未来一片光明，可内在早已腐烂不堪。不仅如此，哈沙德还带领团队伪造相关文件，买通银行人员，以行贿的方式打通人脉，在毫无担保的情况下，从银行获得了天价贷款。他们挪用资金，在证券交易所内大肆敛财，前后共有90多家企业受害，总金额超过了12.8亿美元。直到1992年4月，这场谎言才被一位记者戳穿。丑闻曝光后，印度经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几乎一蹶不振。这些蒸发的股票市值几乎等于印度同一年卫生与教育预算的总和，多家银行面临清算，甚至有高管因错误判断而自尽。整个股市停转了足足1个月，散户更是赔得血本无归，就连政府内的高官也受到了波及，被指控受贿。诡异的是，在历经如此浩劫后，印度股市中的谎言依旧存在，欺诈与背信似乎已经成为了印度股市的底色。在90年代初遭遇重创后，印度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印度的反应比世界料想的要淡定太多，换言之，骗局仍在持续。当时正值印度开放市场的关键时期，但是印度并未吸取教训，监管措施仍未跟上，造成了多家公司的损失。不少公司辛苦筹措资金后，却被政府斩断前途，声称他们没有满足监管需求，无奈之下只能销声匿迹。甚至就连揭露哈沙德本身也有可能是另一场骗局的开端。权力此消彼长，有人损失惨重，自然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事发多年后，曾有知情人士披露，扳倒哈沙德的是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所谓的正义披露不过是花言巧语的粉饰，因为有人能够从股市大跌中获益，这才有了哈沙德的锒铛入狱。直到今天，新德里的骗局也仍在继续。印度政府并非遏制骗局的掌舵人，而是骗局的参与者。比如印度国有银行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欺诈的高发地。从印第拉甘地开始，印度国有银行便成为了高官的储蓄罐，权力与腐败逐渐滋生，为公众服务的机构却沦为了野心政治家的附庸。又比如，印度向来被视为外资地狱，这也是政府公然欺诈的表现之一。所谓印度赚钱印度花，政府先用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入驻，如此一来，印度就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还能解决一定的就业难题。但是等印度榨干了这些外资的价值后，就会开始找茬，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冻结资产，强迫外资留下买路财。由此可见，印度的经济体系在很多层面上就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从股市的虚假繁荣，到银行的肆意腐败，再到政策的朝令夕改，处处透露着随意的不靠谱感。其实印度之所以习惯撒谎，主要有2层原因。对内，这是稳定社会的好办法。股市的谎言曾经蒙蔽过许多印度民众，让他们白白损失了金钱，也失去了与政府叫板的力量。所有谎言到最后都成为了强者对弱者的霸凌。
而对外来说，印度想要以谎言的方式增强自己的国际力量，提升在全球经济体系里的地位。一直以来，印度的梦想都是成为大国，大国经济自然要与大国力量相称。为此，印度不惜打肿脸充胖子，也要维系岌岌可危的面子。然而，只要是谎言，就终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印度的股市谎言便是最好的例子。泡沫般的繁荣无法带给国家真正的进步，纵然再多粉饰，也不能掩盖印度经济贫弱的现状。与其想着如何将谎言说得更完善，不如回到现实，面对真正的自我。